现代医学还有一夫一妻制啊，会不会导致自然选择对人类失效，然后人类停止进化啊？你看，进化论说自然界的生物要去适应环境，那么无法适应环境的基因就会被淘汰。但是我们人类现在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自然的能力，我们可以为自己创造舒适的环境。还有现代医学的发达，甚至是基因技术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抗了自然选择。也就是本应该被自然淘汰的生命，现在在科学技术的加持下依然活着，还延续了自己的后代。还有一夫一妻制也保证了绝大部分的人可以公平的娶到老婆这样就让性选择好像失去作用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像干扰到了自然选择，还有性选择，这是生物进化的动力这会不会导致人类的进化速度减慢，甚至是停止？其实并不会只要我们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就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就算我们人类用科学改变了自然，但这种改变它反过来还是会作用在我们人的身上的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类利用科技发明了电，所以有了电灯就使得本应休息的夜晚现在变得光亮，这就是改变自然的过程但是改变自然的结果最终还是会作用到人类自己的身上了。你看，以前没有电的时候日落还息，晚上10点多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分泌褪黑激素，使人产生困意，我们早早就睡了。但是有了电以后，我们就要没日没夜的加班熬夜玩手机就打破了几百万年来人类形成的一个自然规律。那么最后这些改变环境的结果都会导致人类的身体发生微小的改变了。不过现在至于现在人类频繁的普遍的熬夜最终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个谁也说不清楚。这就像是蝴蝶效应一样，我们看似现在用科技在征服自然，在改变自然但是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说其实人类是在用自己的科技来征服自己，那么改变环境的结果最终都会导致整个人类去适应改变以后的环境，并且发生进化。再比如现在的空气污染流行性疾病、全球变暖，都是我们人类改变自然的结果。但是我们人类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势必就会受到这样的环境的影响还有选择，对吧？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原始人类应该很少得糖尿病还有空气污染以后的现在的呼吸性的问题。但是现在人类因为饮食的改善、久坐、缺乏运动等等原因，糖尿病的风险在剧增，还有肺部的问题也非常多这也是人类改变生活习惯、改变环境以后带来的影响。那么未来也许会有人发生基因突变更加适应这样的生活习惯或者是污染的环境尤其是我们的医学现在并没有凌驾于自然之上，看似是在救死扶伤，但是现代医学依旧无法改变那些坏的基因导致的恶性的问题。那么拥有这些坏的基因的人最终都会被淘汰的。比如一些遗传性的疾病依靠简单的医学救治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对医学的发展也会导致人类出现进化比如基因编辑技术就可以让人类筛选基因、改造基因，从而让人类发生微小的变化。这是人类在用自己的科技来改变自己，这其实也算得上是一种自然的行为所以说自然是一种最为强大的原始的力量无处不在，人类根本就无法阻止。自然选择的力量只会改变方式，或者变成另外一种方式去影响我们人类。好，那下面我们就说一下人类最近也就是带双引号的最近发生的一些变化。比如我们喝牛奶的能力，你纵观动物界成年哺乳动物竟然可以喝奶，这在自然界算得上是一种奇葩。因为所有的哺乳动物在成年以后就会失去制造乳糖酶的能力，乳糖酶是消化乳糖必不可少的物质，但是我们成年人类却进化出了一种可以持续产生乳糖酶的能力。那么根据研究，这种能力并不是人类一直都有的，而是出现在人类大规模养殖牲畜的时候，并且这种基因一直被保留了下来，还大范围的扩散了开来。因为在食物匮乏的时候，能喝营养丰富的牛奶比不能喝牛奶的人在生存上更加具有优势还有我们的智齿正在消失，人类下颌骨的变小以及食物类型的改善，就导致了我们这颗牙齿现在变成了鸡肋。如果长歪的话还会挤压旁边的牙齿，造成难以忍受的疼痛，你只能把它拔掉。那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科学家预测未来人类的智齿可能会彻底的消失，成为过去。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在不断的进化，因为免疫系统是为了对抗病原体的，那么病原体它一直在进化，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在不断的适应。还有研究表明，现在人类的体温在持续的下降人类正常的体温以前是37摄氏度，对吧？这个大家都有印象但是现在最多能到36.6摄氏度。
那么造成人类体温下降的原因是现代医学的出现和发展以及药物的使用，就使得人类体内的有害病原体现在在减少，所以人类就不需要再保持高的体温来对抗这些微生物了。因此为了节省能量人类就在降温，这也是人类的科技发展生活的改善，对环境的改善给人类带来的变化那么人类未来会变成啥样子其实进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最少也要几十万年才能看出变化。比如我们和人类的这些黑猩猩分开的时间也就500万年，我们从非洲走出来也就10万年，我们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分开也就不到2万年的时间。从进化的历史上来看，我们人类其实一直在变化。那么未来人类肯定会发生变化的，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会越来越严重。那么反过来，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强，所以科学家预测人类的进化将会前所未有的加快，而不是这个减缓或者是停止那么至于未来我们人类会变成啥样子，这个是没人能够说清楚的可能我们会更加适应外太空的环境，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太空探索，未来我们还要建立这个月球基地火星殖民地等等这些在外星球上生活的场所。那么这些星球的环境和我们地球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人类未来想在这些星球上生存的话，我们势必要去适应那里的环境，最终我们也许会变得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以利心怀宇宙尘埃，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